刘老师的深夜电台，欢迎大家来到刘老师的深夜电台。然后这一次是第2期啦。就第1期其实可能聊的话题都比较严肃，而这一次呢，其实就相对来说比较放松一些，就聊一聊我的经验大分享。现在我们就要进入正题了，也来到我们的树洞time。今天呢，我选了几封关于生活方面的留言，然后我就速度回复一下这一些你们好奇的一些小事情吧。刘俊，想听听你说和小诗的感情，为什么感觉世子很怕你的样子，还总是叫你俊哥好可爱？他们怕我吗？我不觉得他们怕我啊。怕人吗？为什么要怕？你看，因为他们就有的时候会叫我小俊，有的时候会叫我俊哥啦，就看不同的情况。像这一次去拍摄节目的时候，我的贴宝哥哥，就是他比我高，然后又比我壮，就是那种上来。俊哥，其实可以不用叫我俊哥，这是我第一次觉得这个名字就是那么的违和。好，第2个，刘俊，我有一个很大的烦恼，就是脱发啊！我好想要有你这么茂密的发量呀！你到底怎么保养头发的呀？可以分享给小蝴蝶知道吗？爱你。说真的，我真的没有注意这方面的问题，因为就是我可能剪头发的时候还是要刻意就是让老师帮我打包再打包。俊俊，为什么你的刘海每次要遮住你的眼睛呢？你眼睛明明就那么好看，为啥要遮住？去剪刘海啦，好不好？其实我也很常想要剪刘海，但是有的时候只要一忙起来，就真的没时间剪。就是我发量很多，然后长得很快，所以就是很多时候它就会遮住眼睛，然后但我又没时间去剪。俊啊，今年和去年比，自拍风格变了，从儿子变奶种总，所以是发生了什么？发生了什么？可能现在像个爱豆了吧？就是我觉得也不是说变成了什么样子，可能就是慢慢的放开自己了吧。就像之前说的社交障碍，就是会觉得啊，我只能让大家看到我这个样子，然后怎么样，我可能会不太好，或者是说会有害怕，会有担心，会有顾虑。但现在就会慢慢的打开自己。其实我也很常就是会在 story 上面分享自己一些生活的日常。就是被蚊子咬的话，我们有一个驱蚊子的方法，你可以这样子，就是用指甲在上面打一个叉。我也不知道它有没有用，但是就是还蛮有趣的吧。最近在准备考研，感觉英语好难呐，想问问俊俊，当时学语言的时候有什么技巧吗？救我！留小兔语气。好，我觉得其实你就是多说，然后多看电视剧，多看电影，就是你让自己的生活圈子。打个比方，我当时去了韩国，我的生活圈子全都在说韩文，你不说韩文也没办法的时候，那你就会学得很快。对，你就是要勇敢的去多说，你如果不说的话，你就怎么样，没办法把它学好。所以你真的是要培养自己的那个兴趣。你如果说你对语言没有兴趣的话，你没必要逼自己多学。那除非说你是必学，你一定要学这个语言的话，那你就找一找学这个语言的意义是什么。下封信，刘俊，你是我第一个真情实感追的人，你一定要好好的照顾好自己，多吃点，别老熬夜。还有直播让你喝口水歇一会儿，你为什么不听？别累到。还有多营业，我们要看脸。吃那么多甜食要好好刷牙。下次小蝴蝶的福别再写错了，不要被网上的某些言论影响心情。期待未来的刘俊，俊，我们永远守护你。就是粉丝可能会关心我的作息，因为我蛮常就是半夜发 story 的，但是正常吧，这个作息我只能说对现在年轻人。其实我也没有发觉自己写错了，但是就是我在写那3个字的时候，每一次真的是很用心的在写。我觉得我会潜意识的把那个福字就是写了2个点，是因为我一直都会觉得蝴蝶就是有2个有一对翅膀，所以就是会画2个点。确实是写错了啦，但是就是因为心里有这个潜意识，所以才写错的。但是我觉得以后也可以继续写错下去了，是不是？
亲爱的刘军老师，虽然我总是说自己喜欢辣菌，但是内心还是非常尊敬你的，很佩服你能把自己想做的事做好，并且做到极致。我感觉自己学东西3分钟热度，并想向你请教如何维持住自己的自律。说到3分钟热度，因为其实我自己本身也是算是其实耐心比较少的人，其实我也蛮3分钟热度的，但是我是那种我喜欢做一件事情，那我就马上做，就是在它3分钟到之前就做完了。所以自律的话，就是我会坚持逼自己。打个比方，像早上醒来的时候，可能真的醒不来还是什么的话，我就会给自己倒数60秒，就这60秒结束之后，我一定要自己起来。对，所以我就会这样逼迫自己吧，很多时候。好，开始下一个。今天是上班的第一天呀，我是学幼教的，在学校读书的时候偶尔会恐慌，不知道自己面对的小孩子究竟是什么样子的，是小天使还是小恶魔。今天正儿八经看到都是天真烂漫、可可爱爱的小宝贝呀，每个小朋友都有好有意思，偶尔有几个皮一些的，如果之后能通过努力养成好习惯的话，我也应该会很有成就感吧。其实小朋友还是很有意思的，特别是围着你转，老师的叫太可爱了。我觉得小孩子只要不耍脾气都挺萌的，只要不闹都挺萌的。就是也像就是你说到的，就是他可能有的时候是小天使，有的时候是小恶魔，但是我会就是会哄他，就是乖，别哭别哭，来狗狗陪你玩，就是在马来西亚那边都是叫狗狗，狗狗陪你玩，不要哭。非常好奇，君君有做过什么印象深刻的梦吗？求分享。我做过很多不一样的梦哎，我现在能回想起来的时候，其实是小时候的有一个梦，就是有点像那个玩具总动员那样子，然后就在一个很大的一个像工厂一样的地方，然后就各种玩具带着我跑，具体为什么跑我也忘记了，但我脑海里面我还记得有一个小恐龙，像被什么东西追吧。但是我特别印象深刻的是这个梦，我真的一模一样的做了2次，小时候，所以我对它有印象。刘老师，我想听你讲睡前故事，那我就给大家讲一个睡前的故事吧。我给大家准备的是白雪公主这个故事，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是自己人生中的公主吧，小公举。严冬时节，鹅毛一样的大雪片在天空中到处飞舞着。有一个王后坐在王宫里的一扇窗子边，正在为她的女儿做针线活儿。寒风卷着雪片飘进了窗子，乌木窗台上飘落了不少雪花。她抬头向窗外望去，一不留神，针刺进了她的手指，红红的鲜血从针口流了出来，有3点血滴落在飘进窗子的雪花上。她若有所思地凝视着点缀在白雪上的鲜红雪滴，又看了看乌木窗台，说道：但愿我小女儿的皮肤长得白里透红，看起来就像这洁白的雪和鲜红的雪一样，那么艳丽，那么娇嫩，头发长得就像这窗子的乌木一般，又黑又亮。她的小女儿渐渐长大了，小姑娘长得水灵灵的，真是人见人爱，美丽动人。她的皮肤真的就像雪一样的白嫩，又透着雪一样的红润，头发像乌木一样的黑亮，所以王后给她取了个名字，叫白雪公主。今晚的故事说完之后，也希望你们能有个好梦，晚安。